总裁老公接我去度假，副驾上坐着他秘书，3个人去更热闹。你别多想，我转身就走。2小时后，他追到家问太太去哪儿了。管家，太太1个小时前带着行李去机场了，说要移民。沈燕婷的黑色迈巴赫停在别墅门口时，我正在2楼衣帽间对着满柜子的高定礼服发呆。结婚3年，这些衣服我连1/3都没穿过，吊牌还挂着，整整齐齐排成一排，像博物馆里的展品，仅供观赏，不许触碰。我跟他们其实很像，都是沈燕婷买回来的，都是摆在那里好看的，都是永远不会被她真正用到的。手机震了一下，屏幕上跳出她的消息：下来带你去度假。我挑了挑眉，有点意外。结婚3年，他主动带我出门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每次还都是商业酒会，我得穿着他指定的礼服，挽着他的胳膊，挂着得体的微笑，扮演一个合格的花瓶。今天倒是稀奇，既不是什么纪念日，也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他居然会主动说带我去度假。我把手机揣进口袋，随手拿了件风衣披上，踩着拖鞋就下了楼。反正不管去哪，到了地方，他肯定会让人给我准备衣服，我已经懒得在这些事情上费心思了。推开别墅大门，5月的风迎面扑来，带着院子里栀子花的甜香。那棵沈燕婷从意大利空运回来的橄榄树，在阳光下泛着灰绿色的光，喷泉里的小天使雕塑永不停歇地撒着尿，水珠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小小的彩虹，一切都很美，除了副驾上坐着的那个人。我脚步一顿，站在门口的石阶上，眯着眼看过去。沈燕婷的迈巴赫就停在喷泉前面，车窗半开着，能看见她搭在方向盘上的左手袖扣是我去年送她的那对白金的，低调又金贵。她微微侧着头，正在跟副驾上的人说话，嘴角带着一丝我很少见到的笑意。副驾上坐着一个女人，栗色长发，香奈儿套装，侧脸线条精致，正微微偏头跟他说着什么，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笑得得体而亲密。林婉清，沈燕婷的秘书，跟了她4年，比我在这个家里的时间还长1年。她坐在副驾上，那个位置，我作为沈太太，每次出门理所当然该坐的位置。结婚3年，我从来没坐过别的女人的副驾，倒是我自己的丈夫的副驾上坐过无数次别的女人。我站在台阶上没有动，风衣下摆被风吹起来又落下，拖鞋里的脚趾不自觉地蜷了蜷。3年来，这个场景其实并不陌生。公司年会上，林婉清站在沈燕婷身边的时间比我长，商务晚宴上挽着沈燕婷胳膊走进宴会厅的是林婉清，我则被安排坐在角落的桌子旁，像个无关紧要的陪客。甚至有一次家庭聚会，沈燕婷的母亲当着我的面夸林婉清能干又得体，然后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尽了。我从来没说过什么，不是不想说，是说了也没用。沈燕婷永远是一副温淡有礼的样子，不跟你吵，不跟你闹，你说什么她都听着，听完点点头，第2天一切照旧。她的冷漠不是刀，是水，你打不破也挣不脱，只能被她一点一点淹没。太太，管家陈叔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手里拎着一只粉色的行李箱，我自己的箱子3年前嫁进来时带来的，上面还贴着我以前旅行时买的贴纸，边角已经磨得发白了。先生，让我帮您收拾了行李。陈叔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我听不太懂的情绪。我回过神来，看了一眼那只箱子。沈燕婷连行李都让人帮我收拾好了，她甚至没有问我要不要去，就默认我会去。因为在她眼里，苏念永远是那个随叫随到，从不拒绝，永远在原地等她的人。我深吸一口气，朝车子走过去。石板路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烫，隔着薄薄的拖鞋底传到脚心。走近了才看清林婉清今天的打扮，香奈儿最新一季的度假系列，白色滚蓝边的针织外套，里面搭了件真丝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小小的丝巾，手腕上是卡地亚的钉子手镯，整个人精致的像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他看见我走过来，没有下车，也没有挪位置，只是坐在副驾上冲我微微点了点头，笑容得体而礼貌。太太好。那个笑容里没有挑衅，也没有敌意，只有一种理所当然的从容。
就好像他坐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河水从西边流去一样，天经地义。我没应他，站在车门边看着沈燕婷，他也看着我，目光平静无波，像在看一件摆放得当的家具。32岁的沈燕婷依然是京城商圈里最好看的那张脸，眉骨高挺，下颌线锋利的像刀裁出来的，一双眼睛又深又黑，看人的时候总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疏离。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袖口随意地挽到小臂，露出线条流畅的前臂和腕上那块百达翡丽。上车吧，他说，语气随意的，像在吩咐助理去打印一份文件，带你去海边度假，这段时间你辛苦了。辛苦？我差点笑出声来。我一个每天在家浇花追剧的豪门闲人，有什么好辛苦的？倒是他连续加了1个月的班，林婉清天天陪着他熬到凌晨，眼圈都熬青了。这件事我还是从公司的八卦群里看到的，沈氏集团有个员工私下建的小群，我让小助理把我拉进去的，沈燕婷不知道。群里经常有人偷偷拍他和林婉清一起加班，一起出差，一起在员工餐厅吃饭的照片，配的文字都是神。总和林秘书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没有人提过沈太太，大概公司里很多人都不知道沈燕婷已经结婚了，或者知道，但觉得那个沈太太根本不值一提。副驾有人了，我站在原地没动。我坐哪儿？坐后面。沈燕婷的语气不容置疑，好像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婉清有些工作要跟我汇报，路上顺便把下周的并购方案定了。后面宽敞，你躺着休息就行。婉清叫的可真亲热，他叫我从来都是连名带姓，苏念你太太，好像我这个人只需要一个代号就够了，不需要温度，不需要亲昵。林婉清转过头来，笑容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歉意，声音温柔的像融化的蜂蜜。太太不好意思啊，这个方案真的很急，沈总只有路上的时间能听我汇报，要不您坐后面，后面真的很宽敞，您还能躺着休息。到了海边，我请您喝咖啡赔罪。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真诚极了，语气恳切极了，每一个字都在替我着想。但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我，请您喝咖啡，不是我们。请您，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和沈燕婷是我们，而我是那个需要被请客的外人。这就是林婉清的高明之处，他从来不会明着跟你抢，但每句话每个动作都在宣告，你的男人更信任的是我，我们才是真正的搭档，而你不过是个被养在家里的摆设。他不跟你撕破脸，不跟你正面冲突，永远是一副知性得体、善解人意的样子，让你连发火都显得无理取闹。我看了林婉清一眼，又看向沈燕婷，她已经在看手机了，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着，大概是在回复邮件。对她来说，太太坐哪里从来不是一件值得花时间思考的事，反正她总会乖乖上车，总会乖乖坐好，总会乖乖扮演那个不需要被在意的背景板。3年来积攒的所有情绪，在这一刻突然就泄了，像一只被扎了洞的气球，没有爆炸，只是无声无息地瘪了下去。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比两者都更彻底的冰凉的清醒。3个人去度假，我笑了一下，声音轻飘飘的，沈总真会玩。沈燕婷皱了皱眉，终于从手机上抬起眼，不太满意的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很熟悉，不是愧疚，不是心虚，而是不耐烦。他嫌我在林婉清面前让他难堪了，嫌我不够大度，不够懂事，嫌我又在闹脾气。想什么呢？他的声音冷了几分，带着一种上位者特有的居高临下的训诫意味。婉清是去工作的，度假村那边有个项目要对接，3个人去更热闹，你别多想。我没多想，我只是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拖鞋，一双毛茸茸的兔子拖鞋，是去年双11自己在网上买的，9块9包邮。3年来我的衣服、鞋子、日用品大部分都是自己在网上买的便宜货。沈燕婷给我的黑卡我几乎没用过，因为每次刷完卡，婆婆就会不经意的提起，语气里带着那种果然是小门小户出来的，就知道花沈家的钱的意味。久而久之，我连那张卡放在哪个包里都忘了。脚趾从拖鞋里露出来，指甲油已经斑驳了，上一次做美甲还是3个月前。
一个人去的，坐在美甲店里刷了2个小时手机，没有人打电话来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去。我突然不想去了。我抬起头看着沈燕婷，语气平静的连自己都觉得意外，你们去吧，祝你们度假愉快。说完我转身就走。身后传来林婉清柔柔软软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像是好心好意的劝解，但每一个字都精准的扎在我的脊梁骨上。沈总，太太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要不我还是坐后面吧，副驾本来就是太太的位置。然后是他解安全带的声响，然后是沈燕婷低沉的声音，带着一股子不耐烦的恼怒，不用，安全带系上，随他去，他闹脾气也不是第一次了。惯的。最后4个字，惯的，像一把钝刀，慢慢地从我的心口划过。不疼，因为已经麻木了，但那种被刀锋贴着皮肤的冰凉感清晰地传遍了全身。他惯过我吗？3年来，他给过我名分，给过我黑卡，给过我一座大的吓人的别墅，但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丈夫该给的东西，时间、关注、尊重。他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以为只要给我花不完的钱，就算尽到了做丈夫的责任。他不明白，一个人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永远是个外人，那这段关系本身就是一座牢笼。我脚步没停，拖鞋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某种节奏均匀的倒计时。走进别墅大门，我反手把门关上。门合上的瞬间，身后传来迈巴赫引擎低沉的咆哮，那台 V8 发动机发出的声浪浑厚而优雅，像一头艳足的野兽。他没有下车追我，没有按喇叭，没有任何犹豫。车子平稳地驶出了别墅大门，载着我的丈夫和他的女秘书驶向那个我不配参与的热闹的3人假期。我站在玄关，背靠着冰凉的大门，看着客厅里那盏价值200万的水晶吊灯。它在我头顶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落在意大利进口的灰色大理石地面上，美得像一座冰雪宫殿。这座别墅里每一样东西都很美，常玉的油画挂在最显眼的墙面上，爱马仕的毯子搭在沙发扶手上，波斯手工地毯铺满了整个客厅，但所有的美都是冷冰冰的，没有一丝人气。3年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属于这里，我只是住在这里，像一件被安置在储藏室里的旧物件，主人偶尔想起来会看一眼，想不起来就算了。手机又震了。银行短信，您尾号6688的账户收到转账200万点00元，余额5231万8642.17元。200万。沈燕婷每次觉得惹我不高兴了，就往这张卡里打钱。刚结婚那会儿是10万，后来慢慢涨到了50万、100万，今天是200万。她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简单粗暴，省时省力。打钱比道歉容易，打钱比解释容易，打钱比在乎一个人容易。3年下来，这张卡里已经攒了5000多万，加上他给我的那张不限额黑卡，我要是想挥霍，能把半条王府井买下来。但讽刺的是，我连怎么挥霍都不知道，因为3年来我唯一学会的事情就是等他回家，等他回消息，等他多看我一眼。等不到的。我握着手机站了很久，久到玄关的感应灯自动灭了。我在黑暗中打开通讯录，翻到一个存了很久但从来没拨过的号码。半年前一次慈善晚宴上，一个移民律师递了张名片给我，他叫李思雨，名片上印着天成移民事务所首席顾问。当时他把名片塞到我手里，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苏小姐，有些人的人生需要重新开始，如果您哪天想好了，随时联系我。我当时笑了笑，把名片收下了。回家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存进了手机，备注名写的是李老师。那个电话我一直没打，因为心里还有一丝幻想，幻想沈燕婷会变，幻想这段婚姻还有救，幻想自己有一天真的能成为这个家里的自己人。今天那丝幻想彻底碎了，碎在林婉清坐在副驾上的从容里，碎在沈燕婷那句3个人更热闹的轻描淡写里，碎在迈巴赫毫不犹豫驶出大门的引擎声里。我按下了拨号键，响了3声，对面接了起来，背景音是嘈杂的人声和键盘敲击声。您好，这里是天成移民事务所，我是李思雨。李律师，我是苏念。我靠在玄关的墙上，黑暗里只有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我半张脸，
半年前您在慈善晚宴上给了我一张名片。对面安静了2秒，然后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背景的嘈杂渐渐消失。他大概是走进了办公室，关上了门。在开口时，他的声音沉稳而专业，带着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苏小姐，我记得您考虑好了？考虑好了。我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稳。我要办葡萄牙黄金签证，最快的渠道。资金不是问题，我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所有手续走完。葡萄牙黄金签证的投资门槛是50万欧元基金投资，加上律师费和加急处理费用，总共大概56万欧元。李思雨语速很快，显然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正常周期3到4个月拿预批，但如果走加急通道，并且所有材料一次性到位，最快可以压缩到6到8周。不过苏小姐，入籍需要满足居住年限和语言要求，这个您了解吗？了解。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这个移民申请全程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沈家的任何人。这您放心，客户隐私是我们的职业底线。李思雨顿了一下。另外，苏小姐，恕我冒昧，您的婚姻状况这边我需要了解一下，因为涉及资金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您名下的资金属于婚内财产，后续可能需要配偶的知情同意书。我的资金全部来自配偶赠与，有完整的银行转账记录，在法律上属于我个人独立资产。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荒谬。沈燕婷3年来给我的每一笔安抚金，此刻变成了我离开他的弹药。他亲手把子弹上膛递到我手里，然后转身带着他的秘书去度假了。那就没问题了。李思雨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笑意，大概是觉得这件事颇有些讽刺意味。您方便的时候来一趟事务所，我们把合同签了，资金到位之后马上启动流程。另外，他顿了顿，如果您需要一个短期内能落脚的境外住所，我这边可以帮您安排。我们在里斯本有合作的短租公寓，拎包入住。不用短租。我说，我要直接买。里斯本市区和景房，预算300万欧以内，全款。你帮我联系那边的合作中介，越快越好。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声，李思雨显然已经开始查房源了。过了大概2分钟，他说，苏小姐，目前里斯本阿尔法马老城区有一套140平的公寓在售，和景房，精装修，正对特如河和4月25号大桥，280万欧。如果您确定的话，我马上联系那边的中介，锁定房源。锁定？我干脆利落地说，今天付定金，走我个人的境外账户。好的。另外，苏小姐，关于离婚方面的法律咨询，李思雨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不需要离婚。我打断他，语气平静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我不打算提离婚，因为沈燕婷不会在乎。对他这种人来说，离婚只是一个法律程序，签个字就完了，他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变化。我需要的是让他真正失去点什么。李思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一种同为女人才能理解的默契。苏小姐，我做了这么多年移民律师，见过太多豪门太太，您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这场仗您能赢。挂了电话，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然后起身上楼。衣帽间的灯是暖黄色的，照在那些精致的礼服上，每一件都闪闪发光。我拉开那扇巨大的移门，扫了一眼，从角落里拖出我自己带来的那只旧箱子，开始往里装东西，几件常穿的便服，我爸的老怀表，那本泛黄的相册、护照和身份证。相册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是我爸生前最后1年拍的。他站在自家的建材店门口，笑得一脸褶子，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背后是一堆堆的水泥袋和钢筋。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月薪4500，租着一间月租1800的隔断房，每天挤地铁上班，穷得叮当响。但我至少活得像个真实的人。3年前，沈氏集团遭遇资金链危机，是我爸掏空了全部家底，拿了8000万出来帮沈燕婷周转。8000万是我爸开建材店20年的全部积蓄，他连养老的钱都没留，全给了沈燕婷。他说沈燕婷是个靠谱的年轻人，值得帮一把，说我嫁过去不会受委屈。然后我爸死了。
车祸、雨天高速、肇事者逃逸，至今没有找到。沈家老爷子觉得欠了我们家人情，让沈燕婷娶了我。说是娶，更像是收留，给我一个沈太太的名分，给我一张不限额的黑卡，给我这座大的吓人的别墅，然后该干嘛干嘛去。婚礼那天，沈燕婷从头到尾没有笑过，交换戒指的时候，她的眼神落在我身后的某个方向。我后来才知道，那天林婉清也在场，她是婚礼的总策划，站在角落里，拿着对讲机指挥现场。我把那张照片小心地放进相册，拉好行李箱的拉链，然后在衣帽间的地板上坐了一会儿，把手机里跟沈燕婷有关的所有照片全部删掉。我们的合影很少，只有婚礼那几张，每一张里他的目光都没有落在我身上。唯一一张他能正眼看我的照片，是他有一次喝醉了回家，我在客厅等了一整夜，他进门看到我的时候愣了一秒，然后说了一句话：苏念，你怎么在这里？他不记得我是他的妻子，或者说他从来没习惯过这件事。我把最后一张照片也删了，然后打开微信给沈燕婷发了条消息：度假好好玩，婉清工作辛苦了，你多照顾她。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等了几秒，没有回复。意料之中，他大概正在高速上开车，或者正在跟林婉清讨论那个什么狗屁并购方案，根本没空看我的消息。我把手机扔在床上，换了伸出门的衣服，拖着箱子下了楼。陈叔还在客厅里，看到我换了外出服，拖着箱子下来，手里的抹布停在半空中。这个在沈家伺候了3代人的老管家，看过沈燕婷的爷爷叱咤商场，看过沈燕婷的父亲把沈氏做到上市，也看过沈燕婷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今天这个冷漠疏离的商人。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在眼里，但主仆有别，他能说的话有限。太太，他放下抹布，走过来，压低声音：您跟先生说过了吗？说过了。我把箱子拉杆拉到最长，冲他笑了笑：陈叔，这几年谢谢您的照顾。陈叔沉默了一会儿，浑浊的眼睛里有我看不太懂的情绪，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他只是叹了口气，指了指后门：太太，从后门走吧。前门，我怕先生的车在记录仪会拍到。我愣住了，陈叔在帮我走。太太，他微微弯下腰，帮我拎起箱子，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谁听到。我在沈家待了30年，看过太多人进来又出去，您是唯一一个我觉得不应该被困在这里的人。走吧，别回头。我的鼻子猛地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3年来，这是这个家里第一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我用力抱了他一下，老头子的身体僵了一瞬，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背，手掌粗糙而温暖。太太，保重。陈叔，你也保重。我拖着箱子从后门走出去。网约车已经在巷口等着了，是一辆不起眼的白色轩逸，跟这条别墅区的豪车格格不入。司机是个40来岁的大姐，看我拎着箱子过来，主动下车帮我放进了后备箱，嘴里念叨着：姑娘，你这是出远门啊。我坐进后排，最后看了一眼别墅的后门，那扇门半掩着，陈叔站在门后，隔着门缝冲我点了点头，然后他轻轻把门关上了，像是关上了一段不该继续的故事。姑娘，去哪？首都机场 T3。车子驶出别墅区的时候，路过了前门那条主路。我透过车窗看了一眼，沈燕婷的迈巴赫已经不见了，只有喷泉还在不知疲倦地喷着水，小天使手里的水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棵意大利运来的橄榄树被风吹得轻轻晃动，灰绿色的叶子上落了一层薄薄的尘土。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只是我走了。到了机场，时间还早。我在 T3 航站楼的出发大厅找了家咖啡馆坐下来，点了一杯美式，不加糖不加奶，苦的跟我的心境一模一样。邻桌坐着一对年轻情侣，女孩靠在男孩肩上，小声说着什么，男孩时不时低头亲一下她的头发。我看了一眼就移开了目光，不是羡慕，只是忽然觉得那样的场景离我太遥远了，遥远的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手机震了，林婉清发来的微信，内容是几张照片。第一张，海边度假村的无边泳池，夕阳把水面染成玫瑰金色，旁边的小桌子上摆着2杯鸡尾酒，一杯莫吉托，一杯马天尼。
第2章，林婉清的自拍，她换了一件白色的露背连衣裙，坐在泳池边的躺椅上，笑容明媚而得意。第3章，沈燕婷的背影，她站在泳池边打电话，换了一身亚麻休闲装，身形挺拔，侧脸在夕阳下被勾出一道好看的轮廓。照片下面配了一段话：太太，度假村很漂亮，您不来太可惜了。沈总玩得很开心，您放心。我盯着这段话看了整整30秒，每一个字都像是精心挑选过的。他不说我们玩得很开心，而说沈总玩得很开心，不说您别多想，而说您放心。他太懂怎么刺痛一个女人了，用的不是刀，是绣花针，扎进去不流血，但疼到骨头里。我以前会被这些照片气得发抖，会在深夜一个人哭，会反复想自己到底哪里不如他。今天不一样，今天我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感觉，累。不是愤怒的累，是那种长途跋涉后终于看到终点的累，是一种所有纠结都尘埃落定后的释然。我把咖啡一饮而尽，然后打开了手机相册，翻到一张存了很久的图片，里斯本特茹河畔的日落，4月25号大桥的红色钢索在夕阳下像竖琴的琴弦，和对岸的大耶稣像张开双臂，整座城市被染成温柔的金橙色。跟林婉清发来的那张度假村照片惊人的相似，只不过一个在海南，一个在葡萄牙，相差1万公里。我把这张里斯本的日落发到了朋友圈，配了4个字：新的开始，然后设置了仅自己可见。这条朋友圈永远不会有人看到，但它是我给自己的一个仪式，告别过去，迎接新生。7点10分，登机广播响起。我拖着箱子走向登机口，把登机牌递给工作人员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我的护照，微笑着说：祝您旅途愉快，苏女士。谢谢。我迈步走进廊桥，身后的一切，沈燕婷、林婉清，那座冷冰冰的别墅，那些虚伪的社交场合，那个被叫做沈太太的可怜女人，都被我留在了廊桥的另一端。而前方，在廊桥的尽头，在1万多公里之外的里斯本，有一个全新的只属于苏念的人生在等着我。飞机滑行加速，抬头，巨大的推背感把我压在座椅上。我透过舷窗看着脚下越来越远的城市灯火，那些纵横交错的道路像一张发光的蛛网，而我已经不再是网中的猎物。我自由了。飞机起飞后，苏念在万米高空闭着眼睛，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他想起第一次见到沈燕婷的场景，那是4年前，沈氏集团还没有出事，沈燕婷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总裁，来他爸的建材店考察供应商。他那天正好在店里帮忙，穿着围裙，手上沾着搬水泥石蹭的灰，灰头土脸的从前台抬起头，看到一个大步走进来的年轻男人。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定制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皮肤冷白，眉眼之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锐气和贵气。他扫了一眼店面，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不到1秒就移开了，然后径直走向他爸，伸出手：苏老板您好，我是沈燕婷。苏念当时心想，这个人好好看，但他知道这样的人跟自己不是一个世界的。她只是个小建材商的女儿，普通2本毕业，长得也不算惊艳，顶多是清秀耐看，扔在人堆里找不到的那种。而沈燕婷是京城沈家的独子，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20岁接手沈氏，25岁做到行业前3，身边环绕的都是名媛千金、商界精英。她的人生跟她的人生就像2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然而命运就是喜欢开玩笑。1年后，那2条平行线被一场车祸强行扭在了一起。他爸死了，沈燕婷娶了他，没有求婚，没有戒指，没有任何浪漫的仪式，只有沈家老太太坐在红木太师椅上，用一种施恩的语气对他说：你爸帮过沈家，我们沈家不会亏待你，燕婷会娶你，你以后就是沈家的儿媳妇了，要懂事，要听话，要感恩。苏念当时想拒绝，但他爸的葬礼刚过，他整个人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浑浑噩噩的，根本没有心力去反抗什么。而且沈家老爷子的态度很明确，要么嫁，要么沈家从此跟他再无瓜葛，他爸那8000万就当打了水漂。他不在乎那8000万，但他在乎他爸的心血。
如果她不嫁，她爸倾尽一生攒下的钱就真的成了一个笑话。于是她嫁了。婚礼那天，沈燕婷穿着一身黑色西装，胸前别着一朵白色的栀子花，因为苏念说过她喜欢栀子花，大概是沈家哪个长辈告诉她，让她配合的吧。她站在红毯尽头，表情淡漠的像在参加一场跟自己无关的商业仪式。苏念挽着他妈的手走上红毯的时候，看到他的目光越过他的头顶，落在他身后某个方向。他回头瞥了一眼，看到了站在角落里的林婉清，手里拿着对讲机，正对着耳麦小声指挥现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林婉清，后来他才知道那场婚礼是林婉清一手策划的。沈燕婷把婚礼的筹备工作全权交给了他的秘书，而他的秘书确实很能干，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连新郎的致辞都提前写好了，打印出来放在沈燕婷的口袋里。只是那个致辞，沈燕婷从头到尾没有拿出来过。轮到他说话的时候，他站到话筒前，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苏念的婚礼。就这样，就这样，2个字概括了他全部的婚姻。后来苏念才慢慢拼凑出了真相。沈燕婷和他是大学时期的恋人，他们在一起3年，是沈燕婷唯一公开过的女朋友。但沈家老太太不喜欢林婉清，觉得她家境普通，配不上沈家，硬生生棒打了鸳鸯。沈燕婷当时没有反抗，因为她从来不是一个会反抗的人，她太聪明了，聪明到知道反抗没有用，沈家的资源、人脉、平台她离不开，所以她选择服从。但服从不等于放弃，她把林婉清留在身边做秘书，名义上是工作关系，实际上谁都看得出来他们之间不一般。而苏念就是沈家老太太选的替代品，她家境清白，性格温顺，不会威胁沈燕婷的事业，同时沈家又欠了他爸的人情，这门婚事正好可以还了这笔人情债，一举两得。苏念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嫁进沈家1年多了，她没有闹，没有质问沈燕婷，甚至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他忽然明白了，在这段婚姻里，他从来就不是主角，他只是一个道具，一个替沈家还人情债，替沈燕婷堵老太太嘴的工具。他的感受，他的尊严，他的喜怒哀乐，没有人在意过。从那以后，他就变成了沈家最安静的那个角落，不吵不闹，不争不抢，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扮演一个合格的花瓶。他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压在心里，压得严严实实，不让任何人看出来。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哭出来、闹出来，沈家老太太就会用一种果然小门小户的眼神看着他，沈燕婷就会皱着眉说你又在闹什么，林婉清就会用那种温柔而怜悯的笑容对他说太太，您别多想。他不想给他们任何一个人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忍了3年。忍到不能再忍的那一天，就是今天。当他站在迈巴赫车门前，看着林婉清坐在本该属于他的副驾上，看着沈燕婷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3个人更热闹，他忽然觉得胸口某个地方裂开了，不是心碎，不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那个一直支撑着他的，叫做也许有一天他会看见我的。微弱信念终于彻底断了。飞机进入平流层，苏念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他决定不再想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人不能一直活在过去里。他开始在心里规划到达里斯本之后的待办事项，先跟李思雨介绍的中介碰头看房子，然后去银行开户，去移民局交材料，去学校报到，开始上葡萄牙语课。他要用最短的时间把新生活的框架搭起来，一天都不浪费。至于沈燕婷，他留给他的时间只有2小时。2小时，从他度假回来看不到他开始算起，到他追回家发现他已经上飞机为止。这2小时里他会怎么想怎么做，他一点都不关心，因为他的倒计时已经结束了。沈燕婷是在晚上8点多回到别墅的。度假村的项目对接提前结束了，那个所谓的重要项目其实只需要林婉清跟对方对接一下合同细节，签个字就能搞定，根本不需要他亲自跑一趟。他去了，不过是因为林婉清说那个度假村的泳池很漂亮，想趁这个机会去看看。
他把车停进车库，从侧门走进客厅的时候，习惯性的喊了一声苏念，没有人应。他皱了皱眉，换鞋走进去。客厅的水晶吊灯亮着，冷白的光洒了一地。茶几上放着一只杯子，印着胖猫的马克杯，苏念专用的。杯子里是空的，但杯底还残留着咖啡的痕迹，看来他今天在家待过。陈叔，他提高了声音。厨房的灯亮着，他走过去，看见陈叔正背对着他站在操作台前，手里握着一块抹布，慢慢地擦着一个已经擦得锃亮的咖啡杯。那个杯子沈燕婷认的，是苏念每天喝咖啡用的，上面画着一只胖猫，傻乎乎的。先生回来了。陈叔转过身来，声音很平淡。太太呢？陈叔没有立刻回答，他把那只猫杯子小心地放在杯架上，用抹布擦了擦手，然后抬起头看着沈燕婷。他的眼眶有点红，但声音很稳，稳得不像是一个管家在向主人汇报家事，倒像是一个老人在陈述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太太1个小时前带着行李去机场了，说要移民。沈燕婷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太太去机场了，说要移民。陈叔重复了一遍，语气比刚才更稳，像是早就准备好了这句话。他走之前让我转告您，好好照顾自己，少熬夜，记得吃早饭。客厅里安静了，大概有5秒钟。水晶吊灯的光落在沈燕婷的脸上，她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只是下颌线慢慢地一寸一寸地绷紧了。然后她笑了，是一种嗤笑，带着不可置信和某种被冒犯的恼怒。移民，她重复了一遍这2个字，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一个连英语都说不利索的人，能移什么民？陈叔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沈燕婷掏出手机，拨了苏念的号码。嘟嘟嘟，3声长响之后，冰冷的机械女声响起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他又拨了一遍，还是关机。他打开微信，给苏念发了条消息：“你在哪？”消息发出去的一瞬间，屏幕弹出一个灰色的小字提示：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他被拉黑了。沈燕婷盯着那行灰色的小字，瞳孔微微收缩。3年了，苏念从来没有拉黑过他，哪怕他们冷战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他最多就是不回消息，从来不会拉黑。他对他永远留着一扇门，哪怕门缝再窄，也从来没关死过。现在他关门了。他去哪个机场？沈燕婷的声音沉了下来，脸上的笑意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太太叫的网约车，从后门走的。陈叔平静地回答，他说他不想让前门的车载记录仪拍到他离开的画面。沈燕婷猛地转头看着陈叔，后门，他特意从后门走的。这个细节比任何控诉都让沈燕婷心慌，她不是在闹脾气，不是在搞离家出走那一套，她是真的不想让他找到。她大步走出别墅，拉开迈巴赫的车门，引擎发出一声暴躁的嘶吼，车子箭一般冲出别墅大门，轮胎在柏油路上擦出2道黑色的焦痕。从别墅到首都机场，正常车程40分钟，沈燕婷用了不到20分钟。他把车直接甩在 T3 出发层的进停区，车门都没锁，就冲进了航站楼。出发大厅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拖着行李箱的旅客从他身边川流不息地经过。他站在人潮中间，西装凌乱，领带歪到一边，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整个人狼狈得不像他沈燕婷。他冲到一个值机柜台前，报出了苏念的身份证号。地勤小姑娘查了一下，礼貌地告诉他，先生，这位旅客乘坐的航班已经在10分钟前起飞了。飞哪里的？抱歉，按照航空公司规定。我问你飞哪里的？沈燕婷一掌拍在大理石柜台上，声音大的整个大厅都安静了1秒。地勤被吓住了，磕磕绊绊地说，先生，是飞巴黎的 CA983 次航班。巴黎。沈燕婷的大脑飞速运转。巴黎不是终点。苏念在巴黎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一个3年没出过国的人突然拖着箱子飞去巴黎，只有一种可能，转机。转机去哪里？他掏出手机给助理打了电话，声音冷得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
给我查苏念近6个月所有的出境记录、签证申请、资金流水、通讯记录，查他有没有联系过移民机构，查他在境外有没有资产配置。2个小时之内我要全部结果，查不到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挂了电话，他靠在大厅的柱子上喘着粗气，手背上青筋暴起，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着不正常的白色。周围来来往往的旅客，偶尔有人好奇地看他一眼，但很快又移开目光，大概是觉得这个看起来很有钱的男人不过是又一个在机场追老婆的倒霉蛋。追老婆这3个字从他脑海里冒出来的时候，沈燕婷忽然觉得荒谬极了。他沈燕婷，京城商圈的传奇人物，手握上百亿资产，能让整个资本市场为他的一句话而震动。此刻他站在机场出发大厅里，像所有狼狈的普通男人一样，追着一个女人跑了20公里，却连她的人影都没追上。手机响了，是林婉清打来的。沈总，项目合同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明天。林秘书。沈燕婷打断他，声音没有任何温度，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苏念跑了，动用一切资源去查他的下落。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林婉清的声音听起来很意外，但那意外里似乎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欣喜。沈燕婷的太太跑了，这对他来说大概算不上什么坏消息。沈总，太太去哪了？我能帮什么忙？他办了什么签证？去了哪个国家？找了哪家移民公司？在境外有没有购房记录？沈燕婷一字一顿，查出来立刻告诉我。好的，沈总，我马上去查。林婉清的声音恢复了专业的冷静，您别太担心，太太可能就是闹脾气，过2天就……沈燕婷挂了电话。他走出航站楼，站在禁停区的迈巴赫旁边，仰头看着夜空。一架刚起飞的航班从他头顶掠过，尾翼上的灯光在夜空中一闪一闪，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层薄薄的云层后面。苏念就在其中某一架飞机上，在万里高空的夜色里，离他越来越远。他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出门前，苏念站在车门边的那个眼神。他看着他，目光平静的不像是一个妻子在看丈夫，倒像是一个游人在看一座风景，看完就算了，拍张照也行，不拍也可以，反正这个风景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当时没在意，他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只是不耐烦的想他怎么还不上车，怎么又在闹别扭，怎么这么不懂事。现在他后悔了，那种后悔不是痛彻心扉的、撕心裂肺的，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抱头痛哭的，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冷的，从骨髓里往外渗的感觉。他在失去他，甚至已经失去了他，而他在这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意识到。1个小时后，助理的电话打过来了，声音里带着完成任务后的小心翼翼，像是知道接下来的消息会让老板暴跳如雷。沈总，查到了，苏小姐在6个月前通过天成移民事务所启动了葡萄牙黄金签证的申请，投资了50万欧元购买基金，2周前拿到了预批函。昨天她通过里斯本的一家房产中介全款购买了一套位于阿尔法马老城区的公寓，成交价280万欧元。资金来源是她个人账户，钱是您这3年分批打入的，每一笔都有完整的转账记录。沈燕婷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一寸一寸收紧，指节泛出刺眼的白色。6个月，她准备了整整6个月，签证、移民、买房，每一步都走得又稳又准，每一步都踩在她毫无察觉的盲区里。她在她眼皮子底下策划了一场完美的叛逃，而她在这个过程中每天看到的只有自己的手机屏幕和电脑屏幕，从来没有抬头看过她一眼。助理的声音继续从手机里传来，像是在宣读一份判决书。另外，苏小姐昨天通过天成移民向沈氏集团法务部寄出了一份文件，内容是放弃对您名下所有共同财产的分割权。她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沈燕婷把手机扔在副驾上，仰头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沉默了很久。车子还停在 T3 出发层的禁停区，周围已经围了几个穿制服的保安，大概是在讨论要不要给这辆违章停车的迈巴赫贴条。但他不在乎。
她忽然想起很久以前苏念刚嫁给他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书房加班，他端着一碗银耳汤敲门进来，小声说：“你忙了一天，喝点汤。”他头也没抬地说：“放那儿吧。”他放下汤，站在书桌旁边犹豫了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安静地退了出去。那碗汤他后来喝了吗？他不记得了，大概是没喝。第二天早上佣人收拾书房的时候端走了，已经凉透了。他又想起去年苏念生日那天，他因为一个跨国并购的谈判忙到凌晨才回家，推开卧室门的时候，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块蛋糕，上面插着一根没点的蜡烛。苏念全在床上已经睡着了，身上盖着一条薄毯，手机还亮着，屏幕上是他们结婚那天的一张照片。他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几秒钟，然后轻轻退了出去，去书房继续开会。蛋糕一口没吃，第二天早上被保姆扔进了垃圾桶。他甚至不记得那天是他的生日。沈燕婷猛地睁开眼，重新拿起手机，给助理发了条语音消息，声音沙哑的像是从砂纸上磨过的：“给我订明天最早一班飞里斯本的机票，另外把林婉清调去上海分公司，今天生效。”助理还没来得及回复，他又补了一句：“还有，找最好的离婚律师，不是我要离，是我需要知道，如果他要离，我怎么做才能让他回心转意。”发完消息，他把手机扔在一边，发动了车子。保安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来，敲了敲车窗，准备开罚单。沈燕婷降下车窗，看了他一眼：“这车你们拖走吧，我不要了。”他在保安惊愕的目光中下了车，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双肩包，这还是很久以前苏念买的，说他以前徒步的时候用这个包装得下整个世界。当时沈燕婷看了一眼，说：“你以后不用徒步了。”然后把它扔在了后备箱最深处。他背上那个旧双肩包，大步朝机场的售票大厅走去。身后那辆价值300万的迈巴赫静静地停在禁停区，车门敞开着，钥匙还插在点火孔里。几个保安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疯疯癫癫的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沈燕婷没有回头，他现在只想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里斯本，站到苏念面前。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甚至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见他。但他知道他必须去。里斯本，清晨6点，飞机穿过薄薄的云层开始下降。苏念透过舷窗看到了欧洲大陆的海岸线，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被撕扯过的丝绸。再近一些，他看到了特茹河宽阔的入海口，看到了4月25号大桥内标志性的红色钢索，看到了河对岸山上张开双臂的大耶稣像。这座被称为秋之城的城市在晨光中慢慢苏醒，白墙红瓦的老房子沿着山坡层层叠叠地铺开，像一堆被随意码放的积木，每一块都被阳光染成了温暖的蜂蜜色。街道上已经有早起的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黄色的车身在狭窄的石板路上晃晃悠悠，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大多是去早市买菜的老人。苏念拖着那只粉色的旧箱子走出到达厅，接机口站着一个举着他名字牌子的中年女人，圆脸短发，穿一件红色冲锋衣，笑起来跟微信头像一模一样。苏小姐，一路辛苦了，我是王姐，李律师让我来接您的。女人利落地接过他的箱子，一边领着他往停车场走，一边絮絮叨叨地介绍：车子给您安排好了，公寓钥匙在我这儿，物业费水电费都交齐了，您今天就能拎包入住。对了，菜市场出门左转走5分钟就有，海鲜特别新鲜，沙丁鱼烤着吃绝了。苏念坐进车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心里涌上一股奇异的平静。不是兴奋，不是喜悦，就是平静，一种尘埃落定后终于不用再绷着的平静。车子沿着特茹河岸行驶，清晨的河面上还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对岸的大耶稣像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一个张开双臂的巨大剪影。4月25号大桥横跨河面，红色的桥身被晨光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苏念想起他存的那张日落照片，不知道住下来以后每天看这样的风景会不会腻。他想应该不会。车子拐进阿尔法马老城区的小巷，
巷子窄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两侧的老楼上晾着五颜六色的床单和衣服，在晨风中轻轻摆动。墙壁上贴满了葡萄牙传统的蓝白瓷砖，有的是几何花纹，有的是圣经故事，每一块都像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一只橘猫蹲在某户人家的窗台上，眯着眼睛看这辆陌生的白色小车缓缓驶过，尾巴在身后悠闲地摇了摇。到了，就是这栋。王姐停好车，指着一栋贴着蓝白瓷砖的老楼说，顶楼带电梯，整层就您一户，阳台正对河，视野是这条街最好的。苏念推开车门，仰头看着这栋楼。它很老了，外墙上有些瓷砖已经剥落，露出下面深灰色的石头，石头上还刻着模糊的年份1887。100多年的老房子，每一块石头都浸透了岁月的痕迹，跟北京那座崭新的、光鲜的、没有一丝瑕疵的别墅完全不一样。但它看起来是暖的。王姐把他送到门口，把钥匙交给他就走了。苏念独自推开门，站在玄关处，愣住了。整面墙的落地窗外，特如河的波光直直地涌进客厅，河水在晨光中泛着碎银般的光泽，远处的红色大桥和洁白的大耶稣像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卷。客厅不大，但装修的极其考究，保留了老楼的木质横梁和原石墙面，搭配现代的简约家具，既温暖又有质感。厨房是开放式的，岛台上摆着一个陶土花瓶，里面插着几枝干薰衣草，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清香。苏念拖着箱子走进去，在客厅中央站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件在北京的别墅里从来没做过的事，他脱了鞋，光着脚踩在温暖的木质地板上，感受着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落在他的脚背上、小腿上、肩膀上。3年来，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踩在了属于他的地面上。他把箱子打开，开始一件一件往外拿东西。衣服叠好放进衣柜，衣柜不大，但他一个人的衣服完全够放。老怀表摆在床头柜上，相册放在书桌抽屉里。收拾到最后，箱底还剩一件东西，那件香槟色的真丝睡衣，婆婆送的见面礼，吊牌还没拆。苏念拎起那件睡衣，想起婆婆当时把睡衣递给她时说的话，沈家的媳妇就该穿这个，别整天穿那些棉布的，不像样。当时苏念恭恭敬敬地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妈，回到家就把它塞进了箱底，一次都没穿过。不是不喜欢真丝，是不喜欢那种被人从头管到脚的感觉。他走进厨房，打开抽屉，找出一把剪刀，然后回到客厅，对着那件价值不菲的睡衣一剪刀下去。哧啦一声，丝绸裂开的声响，清脆又痛快，像3年来所有堵在胸口的闷气，在这一刻齐齐找到了出口。他剪了一刀又一刀，直到那件睡衣变成了一堆再也拼不回去的碎布。他把碎布扔进垃圾桶，拍了拍手，呼出一口长气，然后走进浴室洗了个热水澡，换上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 T 恤，赤着脚走到阳台上。5月的里斯本不冷不热，和风吹过来，带着淡淡的咸味和烤面包的焦香。楼下街道上，一辆黄色的古董电车叮叮当当的驶过，车厢里挤满了游客和本地人。卖栗子的老人在街角支起了炭火炉，烤栗子的甜香顺着风飘上来，勾得人胃里暖洋洋的。苏念趴在栏杆上，看着这座陌生而温柔的城市，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不是刻意要笑，就是自然而然地发自内心的想笑。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期待感。期待明天会发生什么，期待楼下那家面包店的蛋挞好不好吃，期待去菜市场用刚学的葡萄牙语跟大婶讨价还价，期待在这座没有沈燕婷的城市里重新做回苏念。下午他去了李思雨介绍的移民律师那里签了最后几份文件，又去银行开了本地账户，去超市买了日用品，去菜市场买了沙丁鱼和柠檬。卖鱼的大婶不会说英语，他就用手机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人家交流。最后大婶被他的诚意打动，送了他一把欧琴，比了个大拇指说 Bon Assert， 祝你好运。苏念拎着沙丁鱼和欧琴走在石板路上，觉得这辈子从来没活得这么踏实过。每一顿饭都是自己为自己做的，每一步路都是自己为自己走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自己为自己定的。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不需要等任何人的消息，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扮演一个自己不擅长的角色。
他回到公寓，系上围裙，用手机搜了烤沙丁鱼的菜谱，按照上面的步骤一条一条的做。鱼烤的有点焦，柠檬挤多了有点酸，但这是他自己做的，是他离开沈燕婷之后为自己做的第一顿饭。他坐在岛台上，就着窗外特如河的夕阳，一条一条的把鱼吃完了。然后他洗了碗，泡了杯薄荷茶，坐在阳台上看日落。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陈叔发来的消息，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他在北京别墅后院种的那棵栀子花开花了，白色的花瓣藏在碧绿的叶子中间，上面还挂着清晨的露水，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股清甜的香气。下面跟着一行字：太太，您的栀子花开了，我每天帮您浇水，花开得很好，您在那里也要好好的。苏念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在飞机上忍了13个小时没掉的眼泪，在里斯本明媚的阳光和栀子花的照片面前，终于溃不成军。她使劲擦了擦眼睛，给陈叔回了条消息：陈叔，我在这边很好，等安顿好了，请您来玩，栀子花就拜托您了。发完之后，他看着手机屏幕渐渐暗下去，又暗亮了，翻出他爸的那张老照片。照片里的男人笑得一脸褶子，站在建材店门口，背后是苏式建材4个褪了色的红字招牌。他对着照片轻轻说了一句话，声音被和风吹散了，连他自己都没听清说的是什么，但他觉得他爸应该听到了。第二天早上，苏念在里斯本明媚的阳光中醒来，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块老怀表，打开表盖，看了一眼表盖内侧的照片，然后把它放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从今天起，他不需要抱着过去才能睡着了。他下楼去巷口那家面包店买蛋挞，老板娘是个胖胖的葡萄牙大婶，围着一条沾满面粉的围裙，脸上的笑容比刚出炉的面包还暖。苏念用磕磕绊绊的葡萄牙语说了一句棒 Dia, I'm pastel de nata, por favor。大婶眼睛一亮，叽里咕噜夸了他好几句，还额外送了他一个刚烤好的蛋挞，说什么都不肯收钱。苏念端着蛋挞和咖啡走回公寓楼下的时候，远远的看到一个人影站在大门口。那人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深灰色风衣，领口微微竖起，遮住了半张脸。但苏念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人的身形，那个站姿，那种即使站在全世界最狭窄的小巷里，也依然像站在股东大会主席台上的气场，他太熟悉了。沈燕婷，他抬起头看到了他，两个人隔着不到10米的距离对望着，中间是一个正在遛狗的葡萄牙老头和一只摇着尾巴的腊肠犬。苏念的脚步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往前走，步伐不紧不慢，表情不惊不喜。他走到沈燕婷面前，把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头发乱糟糟的，眼底下有青黑色的阴影，衬衫领口皱得不像话，风衣下摆还沾着一块不知道在哪蹭的灰。他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狼狈的样子。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他问，语气平淡的像在问一个普通朋友怎么顺路经过。查了你的航班记录和购房合同。沈燕婷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像是很久没喝水了。苏念，你等多久了？昨晚就到了，不知道你住几楼，在楼下等了一夜。苏念低头看了一眼他的鞋子，那双意大利手工皮鞋上沾满了里斯本老城区的灰尘和一片不知道从哪采来的湿漉漉的梧桐叶。他真的站了一夜。他沉默了2秒钟，然后把手里那个多出来的蛋挞递过去。吃吧，凉了，但还能吃。沈燕婷接过蛋挞，低头看着掌心里那个小小的金黄酥脆的点心，喉结上下滚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苏念已经绕过他，走向了大门，掏出钥匙开了锁。门开了一条缝，他回头看了他一眼。上楼吧，外面冷。沈燕婷跟着苏念上了3楼。他走进公寓的时候，被那面落地窗外的景色震了一下，特如河在晨光中波光粼粼，4月25号大桥的红色钢索在阳光下闪耀，大耶稣像张开双臂矗立在山巅。苏念就站在这样的背景前面，靠在岛台上，端着一杯咖啡，姿态舒展而自在。他看起来跟在别墅里完全不一样了。头发随意的扎着，穿着一件宽松的亚麻衬衫，脚上是人字拖，皮肤被里斯本的阳光晒得微微发红。
最重要的是他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不是为他而亮的，是为他自己。咖啡自己倒，水在冰箱里。苏念的语气像是在招呼一个不太熟的客人。吃完蛋挞说正事，说完我还要去上课。沈燕婷没有去倒水，也没有吃蛋挞，她把蛋挞放在岛台上，双手撑在台面上，看着苏念的眼睛。对不起。苏念挑了挑眉，这句我听过了，换点新鲜的。林婉清调走了，调去了上海分公司，即刻生效。沈燕婷的声音很认真，像是在汇报一项重要的商业决策，以后没有人做你的副驾，谁都不行。苏念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表情没什么变化，但端着杯子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他放下杯子，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他。沈燕婷，你觉得这就够了吗？不够。沈燕婷摇头，我知道不够，所以我来了。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把来之前在飞机上反复练习了无数遍的话一字一句地说出来。苏念，我来不是要你跟我回去的，我知道你在这里过得很好，比我给你的一切都要好。我来是想问你，我能不能留下来？苏念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不是惊喜，不是感动，而是一种带着审视的意外。他放下咖啡杯，歪着头看他，像是在重新评估一个已经放弃了的项目。留下来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把公司暂时交给了副总，意思是我在你楼下租了间公寓，还没租到。昨晚我挨家挨户敲门问有没有房子出租，老城区的人都睡得早，没人理我。意思是我报了你的葡萄牙语学校，比你快2周的班，这样每天下午能帮你辅导功课。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而笃定，跟他在董事会上做年度战略报告时一模一样。但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出卖了他，那里面藏着的东西不是什么商业谋略，而是一个男人发现快要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时最本能的慌张。苏念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做了一件沈燕婷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他笑了，不是嘲讽的笑，不是苦涩的笑，而是一种真正被他逗到了的笑。眼睛弯成月牙，肩膀轻轻耸动，笑声在洒满阳光的客厅里回荡。沈燕婷，他笑够了才开口，你以前要是能有现在1/10的诚意，我大概死都不会走。以前蠢。沈燕婷也笑了笑，但笑容里藏着一丝酸涩。以前以为你是我的，跑不掉，直到你跑了才知道，这世上没有人是属于另一个人的。苏念收住了笑容，认真地看着他。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河面上的雾气已经完全散去，红色大桥上车流开始密集起来。你知道我为什么走吗？他问。因为我不在乎你。不对。苏念摇了摇头，是因为我发现你永远不会为任何人改变。你是沈燕婷，你的人生里只有工作、利益、输赢。婚姻对你来说只是一项待办事项，完成了就放在那里，不需要维护。而我，他的声音微微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稳。我不想再做你的待办事项了。沈燕婷沉默了很久，久到楼下街道上的电车来来回回过了2趟，叮叮当当的铃声穿过敞开的窗户飘进客厅。他低头看着岛台上的大理石纹路，像是在上面寻找某个答案，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苏念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看着他。你说的对。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以前的我是那样，所以从今天起换我来追你，不是以沈燕婷和沈太太的身份，就是以2个普通人的身份。你在这里过你的新生活，我不会干涉，但我每天都会来，带一束花，带几个蛋挞，带你喜欢的咖啡，加1包黄糖。你想让我进门，我就进来坐坐，你不想我就把东西放在门口，然后走人。你需要时间，我给。你需要空间，我给。你需要我从头学怎么做一个人，我现在开始学。他说完，把岛台上那个凉了的蛋挞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2下，表情微微惊讶。这蛋挞挺好吃的，楼下面包店买的，1块2一个。苏念说，比米其林3星的甜品好吃。沈燕婷3口2口把蛋挞吃完，认真地下了结论。苏念看着他嘴角沾着的蛋挞碎屑和眼底那2团明显熬了一整夜留下的乌青，心里某个被冰封了很久的角落悄悄裂开了一道细缝。
他没有让这道细缝表现在脸上，而是转身拿起岛台上的车钥匙朝他扔了过去。你今天先休息，倒时差，把你这身皱巴巴的衣服换了，明天下午2点陪我去趟超市。他说家里的橄榄油用完了，我一个人拎不动大瓶的。沈燕婷接住钥匙，低头看着掌心里那把带着柠檬树挂饰的钥匙，然后抬起头。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以前那种锐利的、掠夺的、属于捕食者的光，而是一种更温润的、更笨拙的，属于一个刚刚学会低头的人的光。好，他说。苏念转身走向阳台，背对着他，趴在栏杆上看特如河上的游轮缓缓驶过。和风吹起他的头发，阳光落在他肩膀上，暖洋洋的。他没有回头看他离开，但听到他的脚步声，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然后门轻轻合上，脚步声沿着木楼梯吱吱呀呀地远去了。他忽然想到一个词，家。不是北京那座冷冰冰的别墅，不是沈燕婷给他的那张不限额黑卡，不是那个叫沈太太的空壳身份，是这间洒满阳光的公寓，是楼下那条铺着石板的窄巷，是远处那座张开双臂的大耶稣像，是手里这杯加了黄糖的美式咖啡，还有刚才他说换我来追你时那个笨拙而笃定的眼神。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幸运，不是因为他追来了，而是因为在他追来之前，他已经找到了自己。这就够了。至于接下来他能不能追上，那是他的事。他的事是好好过好每一天。接下来的日子，沈燕婷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在苏念楼下那间公寓里扎了下来。房东是个60多岁的葡萄牙老太太，不会说英语。沈燕婷用手机翻译软件跟她谈了整整1个下午，最终以一个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签了3个月的租约。老太太被他的诚意打动，当天就搬去了儿子家，临走前还给他留了一锅葡式海鲜饭，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了个便条 For you and your wife, both sort。沈燕婷把便条贴在冰箱上，然后开始了她这辈子最没有把握的一场攻坚战。第一天，她准时在下午2点去敲苏念的门，手里拎着6个蛋挞，2杯咖啡。苏念开门看了她一眼，接过咖啡喝了一口，然后说：蛋挞放下，你可以走了。我今天要复习动词变位。沈燕婷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这次除了蛋挞和咖啡，还带了一束从老城区花店买的白色雏菊。苏念接过花看了一眼，挑了挑眉：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雏菊？陈叔说的。他说栀子花在里斯本买不到，雏菊最像栀子花。苏念没说话，但沈燕婷注意到他把花插进了岛台上的陶土花瓶里，还加了水。第5天，苏念允许他在客厅坐了半小时。2个人喝咖啡，吃蛋挞，聊了聊葡萄牙语的变态语法，话题全程没有触及任何跟过去和未来有关的事情。临走时，苏念说了一句明天见。沈燕婷走出门的时候，觉得这辈子的商业谈判加起来都没有这2个字值钱。第7天，沈燕婷在面包店老板的指导下学会了做葡式海鲜饭。她端着一锅卖相勉强能看的海鲜饭去敲苏念的门，苏念正在吃泡面。看到他端着锅，他愣了一下，侧身让他进门。你做的？试了5次，这次应该能吃。苏念尝了一口，咀嚼片刻，眼睛微微睁大，还不错啊。沈燕婷在心里给自己打了80分，扣掉的20分是因为他把盐放多了。苏念吃到一半，起身倒了2杯水，但他把大半锅都吃完了，这是他3年来第一次把他做的饭吃完了，不对，是3年来第一次他给他做饭。第10天，他们在老城区的石板路上散步时，苏念忽然停在一个卖手工陶瓷的小摊前，拿起一个画着柠檬树的小盘子，翻过来看了看价格，10欧，有点贵。他嘀咕了一句，准备放下。沈燕婷已经把钱递过去了。苏念看了他一眼，我没说要买，我买给你的。沈燕婷说，不是补偿，不是讨好，就是觉得这个柠檬树跟你阳台上的薄荷很配。苏念沉默了2秒，接过摊主包好的盘子，说了声谢谢，不是那种客气的疏离的谢谢，而是轻声的带着一点无奈和一点心软的谢谢。沈燕婷觉得自己好像赚了10个亿。第15天，苏念的葡萄牙语课考试拿了全班第1。
他高兴地给沈燕婷发了条消息，这是他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之后，第一次主动给他发消息。考了第一，庆祝一下，晚上去河边那家餐厅吃烤章鱼，你请客。沈燕婷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楼下洗衣服。她那间小公寓没有洗衣机，只能手洗，她花了整整1个下午研究怎么用洗衣液和搓衣板。看到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他手忙脚乱地擦了擦手，点开消息，然后站在洗手间里，对着一盆泡沫傻笑了整整1分钟。他回了一条，好，几点？7点，别迟到。沈燕婷没有迟到，她提前半小时就到了餐厅，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正对着特如河的夜景。4月25号大桥在夜色中亮起了暖黄色的灯光，像一串横跨河面的夜明珠。苏念到的时候换了一条碎花长裙，外面套了件米色针织衫，头发散着，被和风吹得微微飘动。她的气色比半个月前更好了，皮肤在里斯本的阳光下晒出了一种健康的小麦色，眼睛里那种灰蒙蒙的底色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澈而自信的光芒。她坐下的时候，沈燕婷站起来帮她拉了椅子。苏念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什么时候学会拉椅子了？报了个礼仪班。沈燕婷面不改色地说，骗人。好吧，是跟餐厅服务员学的，刚才他帮前面那桌的女士拉椅子，我现学的。苏念笑着摇了摇头，翻开菜单。烤章鱼端上来的时候，他拍了好几张照片，选了一张最好看的发了朋友圈，这次不是仅自己可见，而是公开的。照片里的烤章鱼配着烤土豆和橄榄油，餐桌上还有2杯白葡萄酒和一张沈燕婷只露出半张脸的侧影。配的文字是庆祝普语考试第1名，某人请客。发出去不到10分钟，他的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沈氏集团的八卦群里大概已经炸了锅，消失了半个月的沈太太突然在里斯本出现，身边还坐着沈总本人，这是什么剧情？苏念没有理会那些消息，他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桌上，端起白葡萄酒杯碰了碰沈燕婷的杯子，清脆的撞击声在安静的餐厅里格外悦耳。谢谢你今天请客，他说。谢谢你愿意出来，沈燕婷说。2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第18天，里斯本下了一场大雨，特如河上的浪花翻涌着拍打着堤岸。4月25号大桥在大雨中变成了一道朦胧的红色剪影。老城区的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闪闪发亮，电车轨道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水膜，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沈燕婷照例下午2点去敲苏念的门，手里拎着蛋挞和咖啡，身上被雨淋得半湿。苏念开门的时候看到他这副落汤鸡的样子，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他拽进来。下雨你不知道打伞吗？出门的时候还没下。沈燕婷站在玄关，身上的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门槛上。苏念叹了口气，去浴室拿了一条大毛巾扔给他，又去厨房煮了胡姜茶。沈燕婷用毛巾擦着头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碎花围裙系在腰间，头发随意地盘在脑后，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他在给他煮姜茶。这个认知让他的胸口涌上一股滚烫的暖流，比姜茶还烫。苏念端着一杯姜茶走过来，放在茶几上，在他对面坐下来。窗外大雨如注，雨水顺着窗玻璃哗哗地流下来，把远处的红色大桥扭曲成了一道模糊的水彩。客厅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和厨房水壶残余的嘶嘶声。沈燕婷，苏念忽然开口，声音很轻，我想问你一件事。你问。如果那天我没有转身就走，而是上了你们的车去了度假村，你觉得接下来会怎样？沈燕婷端着姜茶的手微微一顿，她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诚实地回答，大概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还是会加班，还是会忽略你，还是会让林婉清坐副驾。等到下一个3个人更热闹的时刻，你还会被刺痛，而我仍然不会察觉。那如果我一直不走呢？那我会一直这样下去。沈燕婷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不带任何美化或辩解。因为你从来不说不，所以我永远不知道你在难过。因为你永远在等，所以我永远觉得让你等着也没关系。苏念，你走是对的，
如果你不走，我大概这辈子都不会醒。苏念低下头，手指在茶杯边缘慢慢画着圈。过了很久，他抬起头，眼眶微微泛红，但没有哭。沈燕婷，你知道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吗？什么话？你说我走是对的。他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带着一种说不清是欣慰还是苦涩的笑意。3年来，你第一次说我是对的。沈燕婷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客厅里又安静了下来，只有雨声越来越大，像是在替他们说出那些说不出口的话。然后苏念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弯下腰，轻轻地抱了他一下。这个拥抱很短，大概只有3秒钟，短到沈燕婷还没来得及抬起手臂回应，他就已经退开了。谢谢你追过来。他站直了身体，低头看着他，嘴角带着一个浅淡但真诚的笑容。不管最后我们能不能重新在一起，至少你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替代的人。沈燕婷仰头看着他，雨水顺着窗玻璃流下来，把外面的世界模糊成了一幅印象派的画，但苏念的脸在这幅画里是清晰的、明亮的、不可忽视的。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他这么好看？苏念，他站起来，声音有些沙哑，我不会让你后悔今天这个拥抱的。苏念歪着头看了他2秒钟，然后转身走向门口，把伞筒里的长柄伞抽出来递给他。先把你自己弄干再说吧，回去洗个热水澡，别感冒了。沈燕婷接过伞，手指在他手背上轻轻擦了一下。他没有缩回去。明天见，他说。明天见。他撑开伞走进雨里，皮鞋踩在石板路上，溅起细小的水花。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3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纱帘后面有一个人影，正站在窗前看着他。他冲窗户挥了挥手，纱帘动了一下，人影消失了，但灯还亮着。沈燕婷转过身，撑着伞穿过雨幕，往自己那栋楼走去。雨水顺着伞骨滑下来，打在肩头，冰凉冰凉的，但他觉得胸口是暖的。那种暖意不是来自姜茶，不是来自毛巾，而是来自苏念刚才那个短暂却坚定的拥抱。那是他第一次主动抱他，不是被动的接受，不是礼貌的回应，而是他自己的选择。3年来，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苏念从来就不是他的附属品。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底线，自己的光芒。而他要做的不是把他拉回原来的生活，而是努力配得上现在的他。雨下了整整1夜，第2天早上放晴了。特如河上架起了一道淡淡的彩虹，从4月25号大桥一直跨到大耶稣像脚下。老城区被雨水洗过的石板路在阳光下闪着湿润的光泽，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薄荷的清香。沈燕婷在楼下的面包店里遇到了苏念，他正站在柜台前用葡萄牙语跟老板娘聊天，聊得热火朝天。他的发音还有点生硬，动词变位也经常搞错，但他敢说了，敢跟陌生人开口，敢在犯错之后笑着纠正自己，敢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用一种陌生的语言重新开始。沈燕婷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上前打扰。他忽然想起苏念刚到里斯本那天发的那条朋友圈，一张特如河日落，配4个字，新的开始。当时他不理解为什么一张照片能代表新的开始，现在他明白了，新的开始不是离开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不是离开一个人去遇到另一个人。新的开始是像他这样剪掉不喜欢的睡衣，买自己喜欢的咖啡杯，在陌生的城市里从零学起，把每一天都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他想要成为他想要的那一部分。他走进面包店，站在苏念旁边，对老板娘用葡萄牙语说了一句昨天刚学会的话 café de dois, pastéis de nata, por favor， 1杯咖啡2个蛋挞。苏念转头看着他，眉毛微微扬起，发音不错，练了一早上。沈燕婷老老实实的承认。老板娘把蛋挞和咖啡递过来，冲2个人挤了挤眼睛，用葡萄牙语说了一句什么。沈燕婷没听懂，但苏念的脸一下子红了，接过蛋挞转身就往外走。沈燕婷追出去，好奇地问他说什么。没什么。苏念头也不回，加快脚步往前走，但他的耳朵尖红得像煮熟的虾。沈燕婷没有再追问，只是在心里默默记下了刚才那几个发音，打算回去查字典。后来他查到了，
老板娘说的是 Sua esposa è molto bonita, quite bene amdo altro。翻译过来是你的太太很漂亮，你们要好好照顾彼此。沈燕婷把这句话抄在了备忘录里，旁边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1个月的时间，在老城区的石板路上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沈燕婷的葡萄牙语突飞猛进，已经能在菜市场跟卖鱼的大婶讨价还价，虽然大婶经常被她稀奇古怪的发音逗得前仰后合。她学会了做正宗的葡式海鲜饭，学会了每天早上6点起来去面包店排队买第一炉蛋挞，学会了在苏念说今天不想见人的时候安静的离开，把蛋挞和咖啡放在他门口，发一条东西，在门口趁热吃，然后回自己房间。他的苏念攻略计划备忘录已经写到了第87条，内容涵盖了他的咖啡口味、喜欢的颜色、常去的店铺、葡萄牙语考试的时间表，以及一条画着重点号的记录。他笑点很低，但不喜欢冷笑话。苏念也在变，他不再像最初那样客气疏离了，会主动叫他一起吃饭，会在葡萄牙语考试前主动找他帮忙复习，甚至有一次在河边散步的时候，指着远处的大耶稣像对他说，你看那个像张开双臂在等谁回来。等谁？沈燕婷问。不知道。苏念看着那座洁白的雕像，嘴角微微弯起来，但我觉得等的人总会回来的。沈燕婷没有接话，但她在心里把那句话翻来覆去咀嚼了一整夜。真正让事情发生转折的是一个沈燕婷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意外。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里斯本的阳光一如既往的灿烂。苏念和沈燕婷刚从菜市场回来，手里拎着沙丁鱼、柠檬和一大把欧芹。苏念一边走一边跟沈燕婷讲他今天跟卖鱼大婶用葡萄牙语成功砍价2欧元的辉煌战绩，笑得眉眼弯弯。拐过街角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手里的购物袋差点掉在地上，被他下意识地攥紧了。公寓楼门口站着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栗色长发，身材高挑，拖着一只银色的登机箱，正仰头看着楼上的窗户，像是在确认地址。听到脚步声，他转过头来，林婉清。他的目光在苏念脸上停了1秒，然后落在苏念身后的沈燕婷身上，嘴角微微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惯常的得体笑容。沈总，太太。他微微点头，语气礼貌而克制，好久不见。沈燕婷的眉头皱了起来，声音冷了几分，林秘书，你怎么在这里？沈总，您1个多月没回公司，有几份文件必须您本人签字。林婉清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语气依然专业而从容。我给您的助理打电话，他说您在里斯本，我就飞过来了，顺便把文件亲自送过来。他顿了顿，目光转向苏念，笑容里带着一种精心控制过的恰到好处的歉意。太太，您别误会，我真的只是来送文件的，送完就走。苏念没有看他，也没有看那个信封，他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沈燕婷。他站在他身后半步的距离，手里拎着沙丁鱼和柠檬，围裙上还沾着一片鱼鳞，整个人看起来跟霸道总裁4个字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忽然觉得有点想笑。沈总，他把购物袋换到另一只手上，语气随意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你的文件你自己处理，我先上楼把这些鱼腌上，你处理完了上来吃饭。说完，他绕过林婉清，掏出钥匙开了大门，头也不回地上了楼。林婉清站在原地，脸上那层精心维护的笑容终于出现了裂痕。他看着苏念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后面，转过头来看着沈燕婷，眼神里有一种他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流露过的情绪，不是委屈，不是嫉妒，而是一种深深的不甘的困惑。沈总，他的声音微微发颤，但依然控制得很好，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沈燕婷把手里的购物袋放在门口的台阶上，拍了拍手上的灰，看着他说吧。我不明白。林婉清的声音压低了几分，像是在克制着什么随时会溢出来的情绪。我不明白他哪里值得你这样。4年了，在你身边的是我，陪你在谈判桌上熬夜的是我，帮你挡酒喝到胃出血的是我，你每一次危机公关都是我第一时间站在你身后的。他做了什么？他除了在你家里等你，还会什么？
沈燕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在老楼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阳光落在她脸上，把她1个多月没有修剪的头发照得微微发亮。林秘书，你是一个非常好的秘书，以后你也会在上海分公司做一个非常好的高管。他的声音很平静，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但你弄错了一件事。你问我他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在那里。3年来我加班到凌晨，他一个人在客厅等我。3年来我从不回他消息，他还是每天发。3年来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说过我一句不好，哪怕所有人都觉得他高攀了我。他抬起头看着林婉清，目光平静如水。你说你在我身边4年，陪我做了一切，但你知道为什么你这4年做的事我从来没有感动过吗？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回报的。我给你发薪水，给你晋升，给你平台和资源，我们是等价交换，谁也不欠谁。但苏念不一样，他从来不求回报，他对我好，不是因为我给他什么，只是因为他是我太太。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拎起台阶上的购物袋。至于值不值得，这是我欠他的，跟你没关系。林婉清的脸色一点一点变白，手指攥着登机箱的拉杆，指节泛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沈燕婷没有再回头看他，他推开大门，拎着沙丁鱼和柠檬，踏上了滋滋作响的木楼梯。他爬上3楼的时候，看到苏念的房门虚掩着，厨房里已经传出了橄榄油加热的香气和蒜末爆锅的滋滋声。他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进去。苏念正站在灶台前，系着那条碎花围裙，把沙丁鱼一条一条的码进平底锅里。听到脚步声，他头也不回地说：文件签完了，挺快的。没签。沈燕婷把购物袋放在岛台上，走到他身边，我把他打发走了。苏念翻鱼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的继续翻，语气随意的像在聊八卦。打发到哪儿去了？打发回上海了。以后他的工作汇报对象是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不是我。沈燕婷靠在厨房台面上，看着苏念的侧脸。我跟他说清楚了，秘书可以再招，太太只有一个。苏念关火，转身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惊讶，有审视，也有一丝他藏得很深的不愿意被轻易发现的动容。他把锅铲放进水槽里，用围裙擦了擦手，靠在灶台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沈燕婷，他的声音很轻，你可想好了？那是跟了你4年的秘书，你们公司1/3的业务他都经手过。你把他调走，短期内肯定会有一堆麻烦。想过？想好了。沈燕婷的声音很稳，没有一丝犹豫。麻烦可以一个一个解决，但我不想让你心里再有任何一根刺。苏念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厨房里只有抽油烟机嗡嗡的低鸣声和窗外远处传来的电车叮当声。然后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沈燕婷从未见过的光芒，不是审视，不是犹豫，而是一种下了某个决心之后的明亮的坦然。你过来，他说。沈燕婷往前走了一步，苏念伸手拉住她的围裙带子，把她拽得更近了一些，然后踮起脚尖，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比上回在楼道里的那个稳重了那么一点点，停留的时间也长了那么一点点，不再只是羽毛拂过水面，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带着体温和薄荷气息的吻。这是预付款。他松开她的围裙，退后一步，嘴角翘起来，剩下的看你表现。沈燕婷站在原地，抬手摸了摸被他亲过的地方，那块皮肤微微发烫，像是被里斯本的阳光烙上了一个看不见的印记。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准备好的所有情话在这一刻全部忘光了。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吻比他这辈子签过的任何一个100亿合同都值钱。傻了。苏念在他面前挥了挥手。没有。沈燕婷回过神来，认真的摇了摇头，就是觉得这个预付款的利率应该挺高的。什么利率？你亲我一下，我得还你一辈子。油嘴滑舌。苏念白了他一眼，转身继续煎鱼，但他转身的时候，沈燕婷分明看到他嘴角的弧度压都压不住。他把这个笑容记在了备忘录里。第93条，他笑了，是因为我。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
沈燕婷在里斯本待到了第6周的时候，她的助理再也顶不住了。电话从每周1次变成了每天1次，最后变成了每半天1次，语气越来越焦急，像是在抱着一座随时会坍塌的大厦，拼命地往墙上糊泥巴。沈总，您必须得回来一趟了。助理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像是在苦苦哀求。董事会那边已经压不住了，几个大股东联名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讨论您长期不在公司的事。张副总一个人根本扛不住，上个季度的财报出了点问题，需要您亲自回来处理。还有沈家老爷子也打了好几个电话来，说您要是不回来，他就亲自飞到里斯本去。沈燕婷站在他那间小公寓的窗前，看着楼下石板路上一个正在遛狗的葡萄牙老头，沉默了很久。他挂了电话，在窗前站了10分钟，然后上楼敲开了苏念的门。苏念正在阳台浇花，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洒水壶，薄荷和多肉在阳光下长得郁郁葱葱。他听到敲门声去开门，看到沈燕婷的表情，就猜到了大概。在一起生活了3年，他虽然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但他认的那种表情，那是他在做他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做的决定时特有的凝重。公司的事，他侧身让他进来。沈燕婷坐在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脊背挺得笔直，像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在做最后的心理建设。董事会那边有些问题，需要我回去处理。沈家老爷子也在施压。苏念在他对面坐下来，把洒水壶放在茶几上，看着他。6周的时间，他变了很多，头发长了，皮肤被里斯本的太阳晒黑了不少，穿衣服从定制西装变成了优衣库的棉麻衬衫，手上因为经常做海鲜饭被蟹壳划了好几道小口子。最重要的是他的眼神不再像以前那样锋利而疏离，而是有了一种沉静的属于普通人的温度。回去多久？他问。最快1周，慢的话2周。沈燕婷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然后抬起头看着苏念的眼睛。苏念，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苏念没有立刻回答，他靠在沙发扶手上，转头看向窗外。特如河上的游轮正在缓缓驶过，甲板上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照，阳光洒在河面上，碎成了一片金灿灿的波光。他看着那片波光看了很久，然后转回头摇了摇头。我不回去。他说，语气坚定而平静，不是因为生你的气，不是因为不相信你，是因为我在这里刚刚开始。葡萄牙语刚学了1个多月，菜市场的大婶刚记住我的名字，咖啡馆的位置也选好了，下个月签租约。沈燕婷，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了。他说到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了的时候，眼睛里亮了一下，那种亮光，沈燕婷以前在北京的别墅里从未见过。他没有强求，只是点了点头。好，那你在这里等我，2周之内我一定回来。如果不回来呢？没有如果。沈燕婷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弯下腰，双手撑在沙发扶手上，把他圈在他和沙发靠背之间。这个距离很近，近到他能看清他每一根睫毛，近到他的呼吸浮在他脸上，带着淡淡的薄荷茶的味道。苏念，我这辈子失信过你太多次了。这次我不会。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是在石头上刻字，一笔一画，入木3分。2周之内我一定回来。苏念仰头看着他，他能看到他眼底的血丝，昨晚大概又熬夜处理文件了，能看到他下颌上新冒出来的青色胡茬，能看到他因为这段时间天天洗衣服而微微发皱的领口。这个男人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沈燕婷了，他变成了一个会洗衣服，会做海鲜饭，会在菜市场跟大婶讨价还价的普通人，一个他愿意认真考虑重新接受的普通人。行吧。他伸手把他推开，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被他弄皱的沙发垫。那你去收拾行李，晚上过来吃饭，就当给你践行。那天晚上，苏念做了一大桌子菜，烤沙丁鱼、海鲜饭、橄榄油焗蔬菜，还有从面包店买来的6个蛋挞。2个人在阳台上就着特如河的夜景吃了一顿长长的晚饭，聊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聊过的话题。苏念讲他小时候跟他爸在建材店里帮忙的趣事，讲他大学时一个人去云南背包旅行的经历，讲他其实一直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
沈燕婷讲她父母离婚后，她跟着他妈在国外的几年，讲她接手沈氏时的压力，讲她其实很讨厌穿西装。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苏念忽然问了一个问题：沈燕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你爸逼你娶我，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沈燕婷想了想，认真回答：大概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冷漠、傲慢，眼睛里只有钱和赢。可能过得很好，但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开心。那现在呢？现在，他转头看着他，月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映得柔和而清晰。现在我知道，开心不是签下一个大项目，不是股价涨了几个点，开心是……他顿了一下，指了指桌上那条烤得有点焦的沙丁鱼。是有人给你做了一条烤焦的鱼，你吃完了还觉得比米其林好吃。苏念笑了，拿起杯子碰了碰他的杯子，玻璃杯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阳台上格外清脆，远处传来法朵歌手的吟唱，苍凉悠远，像是这座城市几千年来不变的背景音。你这张嘴！苏念喝完最后一口酒，把杯子放在桌上，要是3年前就这么会说话，我也不至于跑到1万公里外来。3年前不懂。沈燕婷也放下杯子，认真的看着他，现在懂了。第二天一早，苏念开车送沈燕婷去机场。白色菲亚特在清晨的老城区小巷里穿行，手动挡换挡时偶尔还是会轻微抖动，但沈燕婷已经不再熄火了。路过面包店的时候，胖老板探出半个身子冲他们挥手，用葡萄牙语喊了一句一路平安。到了机场出发厅门口，沈燕婷下了车，从后备箱拿出那个旧双肩包。他走到驾驶座窗口，弯下腰看着苏念，沉默了一瞬间。2周，他说，等我。知道了。苏念伸出手帮他把领口整理了一下，别再熬夜了，记得吃早饭。这话以前都是你让陈叔转告我的，现在我自己说。苏念收回手，发动了引擎，去吧，别误了飞机。沈燕婷直起身，看着白色菲亚特驶出停车场，汇入机场高速的车流，尾灯在晨光中一闪一闪。他站在原地目送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了航站楼。飞机起飞的时候，他透过舷窗看着脚下越来越远的里斯本，在心里默默算了一遍时差。北京比里斯本早7个小时，等他落地的时候，苏念大概刚好吃完午饭。他把手机掏出来，在备忘录里翻到苏念攻略计划，拉到最下面加了一条新记录。第123条，临走前他帮我整理了领口，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碰我，加20分，总分估计刚及格。他盯着刚及格3个字看了一会儿，嘴角慢慢弯起来，然后把手机揣回口袋，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及格就够了，剩下的分他用余生慢慢赚。沈燕婷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公司，而是回别墅。他推开大门的时候，陈叔正坐在客厅里擦那只猫杯子。看到他进来，老头子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站起来，微微弯腰。先生回来了。陈叔。沈燕婷换了鞋走进去，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只杯子。太太的栀子花还好吗？好着呢，今年开了10几朵，比去年还多。陈叔的声音有些沙哑。先生，太太她还好吗？她很好。沈燕婷说着，打开手机相册，翻到一张照片，递给陈叔看。照片是苏念在阳台上浇花的侧影，穿着白色亚麻衬衫，头发扎成马尾，背后是特如河和4月25号大桥。他的嘴角带着一丝笑意，不是刻意的微笑，而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不经意流露出的满足的笑。陈叔接过手机，看了很久，他的眼眶慢慢红了，然后他把手机还给沈燕婷，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声音哽咽：太太瘦了，但是比在北京的时候好看。眼里有光。是啊。沈燕婷收回手机，靠在沙发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价值200万的水晶吊灯，灯光璀璨如旧，但她忽然觉得它太亮了，亮得刺眼。里斯本那间小公寓里的灯光柔和而温暖，苏念在岛台上摆了一个陶土花瓶，里面插着他送的雏菊。那个花瓶只花了8欧元，但在他看来比这盏水晶吊灯珍贵100倍。第二天，沈燕婷出现在沈氏集团总部，她的出现让整个公司为之震动。
1个多月没露面的总裁突然回来了，皮肤黑了，头发短了，西装底下的气质全变了，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让人不敢靠近的冰冷，而是一种更沉稳的更内敛的笃定。他用了2天时间处理完堆积的工作，把几个闹事的股东一一安抚好，把财报的问题梳理清楚，把张副总身上的担子卸下来一部分。然后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宣布将自己的职位从总裁调整为执行董事，日常运营交给张副总，自己只保留重大决策的投票权。这个决定在公司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他没有解释太多，他只是在董事会上说了一句话：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董事们面面相觑，但没有人敢问那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只有坐在角落里的助理偷偷笑了一下，他知道老板所谓的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毕竟是他帮老板订的去里斯本的机票，也是他帮老板查的葡萄牙黄金签证的申请进度。处理完公司的事，沈燕婷回了沈家老宅。沈家老太太坐在客厅的红木太师椅上，看到孙子进门，先是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皱起了眉头：你这段时间去哪了？晒得这么黑，穿得这么随便，像什么样子？去了趟葡萄牙。沈燕婷在他对面坐下来，语气平静：去找苏念。沈家老太太的脸色变了，语气也冷了下来：找他干什么？他自己跑了，你还上赶着去追？我们沈家什么时候丢过这种人？奶奶。沈燕婷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容反驳的分量。我今天来是要跟您说清楚2件事。第一，苏念是我妻子，她走不是她的错，是我的错。我不许任何人再对她说3道4，包括您。沈家老太太的脸色铁青，但沈燕婷没有停下。第二，以后我的事我自己做主。3年前您让我娶苏念，我娶了，但从那以后我没有尽过一天做丈夫的责任。我把她晾在家里，让她一个人过了3年，这是我欠她的，现在我要去还。您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都会去。他说完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出了老宅的大门。身后传来沈家老太太气急败坏的声音，但他没有回头。他走出老宅大门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北京的初秋，天高云淡，阳光清澈而干燥，跟里斯本那种湿润温暖的气候完全不一样。他掏出手机给苏念发了条消息：北京的事处理完了，买了后天的机票，这次回来就不走了。苏念回得很快，快到像是早就拿着手机在等他的消息。好，给你留了房间。沈燕婷盯着给你留了房间这5个字看了很久，然后站在沈家老宅门口的石狮子旁边咧开嘴笑了。路过的一个保安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觉得这个站在大门口对着手机傻笑的男人不太正常。他没有在意，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回家。2天后，沈燕婷踏上了飞往里斯本的航班。这一次她没有带双肩包，只带了一个登机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份跟沈氏集团签好的执行董事任命书，以及一个从北京花市高价买来的栀子花盆栽。卖花的老板说这个季节栀子花不好带，长途运输容易粘，但他还是买了。他把它用保鲜膜一层层裹好，放在随身行李里。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盯着这团绿色的东西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放行了。飞机穿越云层，飞向那座被他称为家的城市。窗外的天空从蔚蓝变成橙红，又从橙红变成深蓝，最后在第一缕晨光中露出了欧洲大陆的海岸线。里斯本的早晨跟北京完全不一样，空气里带着河水的危险和烤面包的焦香，阳光温柔地铺满每一块石板上。老城区刚刚苏醒，电车开始叮叮当当的运行，卖菜的小贩推着车从巷口经过，用葡萄牙语吆喝着今天的番茄有多新鲜。沈燕婷一手拎着登机箱，一手抱着那盆裹着保鲜膜的栀子花，穿过阿尔法马迷宫般的小巷，走到了那栋贴着蓝白瓷砖的老楼前。他没有打电话通知苏念，因为他想给他一个惊喜。他站在楼下，仰头看着3楼那扇开着的窗户。白色的纱帘在晨风中轻轻飘动，窗台上的薄荷和多肉植物长得很茂盛，旁边还多了一个新的花盆，空的，像是特意留出来的。他深吸一口气，按了门铃。
门很快就开了。苏念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家居的棉麻长裙，头发松松的披在肩上，手里端着一杯刚煮好的咖啡。他看到沈燕婷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一盆裹满保鲜膜的绿色植物，愣了一下，然后靠在门框上，嘴角一点一点地翘起来。准时回来了。他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没有迟到。差一点迟到。沈燕婷认真地说，找这盆栀子花找了好久，北京的花市跑遍了，才找到一盆开花的。苏念低头看着那盆被保鲜膜裹得严严实实的栀子花，绿叶中间藏着几朵白色的小花，虽然经过了长途飞行，花瓣有些蔫了，但那股清甜的香气还是穿透保鲜膜，淡淡的飘了出来。他伸手接过花盆，小心地撕开保鲜膜，把它放在了窗台上那个空着的花盆位里。然后他退后2步看了看，栀子花旁边是薄荷，薄荷旁边是多肉，多肉旁边是一个手绘的柠檬树盘子，一个小小的窗台花园，拼凑得满满当当，像他在这里拼凑起来的全新人生。好看。他拍了拍手上的土，转头看着沈燕婷，正好缺这个。沈燕婷站在玄关，看着他站在阳光里，身后是窗台上的栀子花和远处特如河的波光。他的胸口涌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不是签下大项目的成就感，不是股价暴涨的兴奋，而是一种更朴素的、更踏实的，像是长途跋涉后终于推开家门的感觉。苏念，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什么事？这次回北京，我把公司交给了副总，以后我只做执行董事，大部分时间可以待在里斯本。他顿了顿，还有，我跟我奶奶说清楚了，以后谁都不能再对你指手画脚。苏念端着咖啡杯，沉默了一会儿，和风吹进窗户，把栀子花的清香送满了整个客厅。沈燕婷，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知道。沈燕婷说，我在做我这辈子最正确的一件事。苏念放下咖啡杯，走到他面前，他的表情很认真，不再是之前那种轻松调侃的语气，而是一种郑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坦诚。我跟你说一件事。他说，我的黄金签证预批已经下来了，5年之后可以申请入籍，也就是说，接下来5年我都不能长时间离开葡萄牙。我知道，所以如果你留下来，意味着你也要在这里待5年。你准备好了吗？沈燕婷没有犹豫，准备好了。你的公司、你的家人、你的事业圈子，这些都在北京。公司可以远程管，家人可以飞过来看我，事业圈子，他笑了笑，我在里斯本认识了一个面包店老板，一个卖鱼的大婶，还有一个葡萄牙语班的老太太，圈子够用了。苏念看着他，看着他那双因为连续飞行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下巴上还没来得及刮的胡茬，看着他衬衫领口被飞机座椅压出的褶皱。这个男人不是他3年前嫁的那个沈燕婷了。3年前的沈燕婷不会放下身段去逛菜市场，不会为了买一盆花跑遍整个花市，不会用这种笨拙而诚恳的语气对他说圈子够用了。但现在的沈燕婷会。现在的他值得被认真对待。苏念深吸一口气，双手叉腰，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以一种大方的、毫无扭捏的姿态说，行，2楼那间公寓你别续租了，搬上来吧，次卧给你，自己的房间自己收拾。沈燕婷愣住了，她以为自己需要再追很久，需要再等很久，需要再在楼下站无数个早晨，敲无数次门，送无数次蛋挞，才能等到他点头。他没想到他会在今天，在此刻，在他风尘仆仆刚从机场赶回来的早上说出这句话。你不怕我搬上来又变成以前那样？他问。怕。苏念坦率地承认，所以我有3个条件。你说。第一，以后家里的事我说了算，包括沙发摆哪个位置，窗帘换什么颜色，周末去哪玩，你不能摆沈总的架子。同意。第二，以后你的副驾只有我能坐，不管谁来，不管多重要的人，不管什么场合。同意。第三，苏念伸出第3根手指，语气变得格外严肃，海鲜饭不能做太咸，上次那锅酷死我了，我喝了3杯水才缓过来。
沈燕婷看着苏念，看着他竖起3根手指头，一本正经地跟他谈条件，看着他身后窗台上那盆跨越1万公里带回来的栀子花，看着窗外特如河上缓缓升起的朝阳，把整座城市染成金色。他忽然笑了，笑得眼眶微微泛红。同意，他说，声音有点沙哑，全部同意。那行。苏念点了点头，转身走向厨房，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岛台上推到他面前。你的钥匙，弄丢了就睡大街。沈燕婷低头看着那把钥匙，他跟苏念的那把一模一样，也是带柠檬树挂饰的，大概是他在同一家五金店配的。他拿起钥匙，手指微微发抖，不是冷，是心里涌动的某种情绪太满，满到连手指都承载不住。他跨前一步，把苏念拥进怀里。这一次不是他主动的、短暂而克制的拥抱，而是他的笨拙的、用力的，像是要把这1个多月的思念和3年多的亏欠全部揉进骨血里的拥抱。谢谢你。他埋在他的头发里，声音闷闷的。谢我什么？苏念在他怀里没有挣扎，声音听起来也是闷闷的。谢谢你给了我第2次机会。不是给你的。苏念仰起头，眼睛里闪着光，是给我自己的。你不过是沾了光。沈燕婷低头看着他，笑了。那是1个多月来他最发自内心的笑容。第9章新生。半年后，阿尔法马老城区一条不知名的小巷里，一家小小的咖啡馆静悄悄地开业了。店面不大，只有4张桌子和1个吧台，但每个角落都是苏念亲手布置的。墙上挂着从当地跳蚤市场淘来的蓝白瓷砖画，窗台上摆着一排多肉植物和那盆长得郁郁葱葱的栀子花，门口的招牌是用葡萄牙传统手绘瓷砖做的，上面写着店名 Reconco。 这是苏念特意选的词，葡萄牙语里 Reconco 的意思是重新开始。开业那天没有盛大的剪彩仪式，没有觥筹交错的宾客，只有巷口面包店的胖老板全家来捧场。葡萄牙语班的老师老太太送了一束自己院子里种的薰衣草，菜市场卖鱼的大婶带了一打新鲜的沙丁鱼，说什么都要让苏念烤给客人吃。还有一个人忙前忙后的搬椅子、擦桌子、调试咖啡机，袖子卷到手肘以上，围裙上沾满了咖啡渍和奶泡的痕迹。沈燕婷，你把咖啡机的滤网装反了。苏念站在吧台后面，手里拿着打奶泡的蒸汽棒，头也不抬地说。是吗？沈燕婷弯下腰研究了一会儿，好像是。你把滤网拆了重新装，别让客人喝到咖啡渣。好。沈燕婷乖乖地拆开滤网，按照苏念的指示重新装好。旁边一个正在喝咖啡的客人好奇地看着他，用葡萄牙语问苏念，这位是？苏念看了一眼正在跟滤网较劲的沈燕婷，嘴角微微翘起来。Meu marido， 我丈夫。沈燕婷听到这2个词，手指一抖，滤网差点掉在地上。苏念从来没有在外面这样叫过他，这是第1次。客人笑着竖起了大拇指，说了句 Muito bem， 很好。沈燕婷把滤网装好，走到吧台后面，站在苏念旁边，压低声音问，你刚才叫我什么？我说你是店里的免费劳工。苏念面不改色。不对，我听到了。你说，你听错了。苏念打断他，把一杯刚做好的拿铁推到他面前，尝尝新调的豆子，看酸度怎么样。沈燕婷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目光越过杯沿落在苏念脸上。他正低头看手机上的订单，阳光从窗户洒进来，落在他的睫毛上、鼻尖上、微微上扬的嘴角上，整个人被笼在一层温暖的光晕里。酸度刚好，他说。那就这支配方定了。苏念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苏念，他叫他。我刚才真的听到了，你说的是 Meu marido。苏念的笔尖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写，但沈燕婷看到他耳朵尖上那抹熟悉的红色，又悄悄浮了起来。他把笔记本合上，抬头看着他，表情故作镇定。行吧，我说了，怎么了？没怎么。沈燕婷端起咖啡杯，遮住了自己压不住的笑意，就是觉得这2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比我这辈子听过的任何称呼都好听。你少在这儿油嘴滑舌，把外面的桌子擦了，马上来客人了。
苏念拿起抹布扔在他身上，转身去后厨拿东西，但转身的瞬间，沈燕婷看到他嘴角的弧度已经翘得收不住了。他拿着抹布走到外面，开始擦那4张桌子。擦到第3张的时候，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一看，是陈叔发来的消息，没有文字，只有2张照片。第1张是北京别墅后院里那棵栀子花，陈叔把它照顾得很好，枝繁叶茂，开了满树的白花，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股清甜的香气。第2张是一张机票订单的截图，北京飞里斯本，日期是下个月15号。订单上的乘客姓名是陈德福，底下跟了一条消息：先生，机票我订好了，下个月过去看你们。太太说要带我去河边吃烤沙丁鱼，别忘了。沈燕婷盯着这2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条：好，我去机场接您。发完之后，她放下抹布，靠在咖啡馆的玻璃窗上，看着里面正在吧台后忙碌的苏念。她用葡萄牙语跟一个本地客人聊着什么，手势夸张，表情生动，说到好笑的地方会仰起头哈哈大笑，笑声清脆而爽朗，穿过玻璃窗传到她耳朵里。他想起很久以前在北京那座冷冰冰的别墅里，苏念也笑过，但那时的笑是收敛的、克制的、小心翼翼的，像是怕笑声太大会吵到谁。现在的笑是放肆的、明亮的、自由的，像是终于被放出笼子的鸟，想怎么叫就怎么叫。沈燕婷，苏念推开窗户探出头来，你在外面发什么呆呢？赶紧进来，客人等着结账呢。来了。沈燕婷把抹布搭在肩上，推门走进店里。午后的阳光透过店门上的玻璃，在地板上投下一块明亮的方形光斑。吧台上那盆栀子花开了一朵新的小白花，香气混着咖啡的焦香，弥漫在整个小小的空间里。收银台旁边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苏念和他爸的那张老照片。照片里的男人笑得一脸褶子，站在苏式建材的招牌下面，像是也在为这个咖啡馆的开业而高兴。照片旁边还有一张新拍的，苏念和沈燕婷站在咖啡馆门口，背后是那块 Reconco 的手绘瓷砖招牌。苏念对着镜头比了个剪刀手，沈燕婷看着他，嘴角弯着，不是那种商业照片里训练有素的微笑，而是一个普通人看着喜欢的人时自然而然地毫不设防的笑。陈叔把这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傍晚，苏念关了店门，和沈燕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人端着一杯咖啡，看着巷子尽头特如河上的落日。4月25号大桥的红色钢索在夕阳下像竖琴的琴弦，大耶稣像张开的双臂被染成了金色。面包店的老板正在收摊，远远地冲他们挥了挥手，喊了一声他们好，明天见。今天开业第1天，营业额多少？沈燕婷问。120欧。苏念说，扣掉成本大概赚了30欧吧。不错，比我预期的多。你的预期是多少？倒贴50欧。苏念笑了，端起咖啡杯碰了碰他的杯子。那确实比你的预期强。明天继续努力。好，明天继续。他们并肩坐在台阶上，看着夕阳一点一点沉入特如河。河面被染成了一片温柔的橘红色，一艘白色的帆船缓缓驶过，桅杆上的旗帜在晚风中猎猎作响。远处传来法朵歌手的吟唱，苍凉而悠远，像是在诉说着几百年来无数水手离别的故事。但沈燕婷觉得自己不需要再远航了，她的船已经靠岸了。沈燕婷，苏念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带着落日余晖的暖意。你还记得1年多前你开车来接我去度假那天吗？记得。沈燕婷的声音低了下来。她当然记得，那是她这辈子最不愿意回忆又最庆幸发生的时刻之一。不愿意回忆是因为她差点永远失去他，庆幸发生是因为如果没有那一刻，她大概到现在还是个混蛋。那天我站在你的车门前，看着林婉清坐在副驾上，你在跟我说3个人更热闹。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想什么？我在想，我等不了了。苏念端着咖啡杯，目光落在远处渐渐变暗的河面上。3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再等等，他总会看到我的，再等等，他总会变的。但那天我忽然明白了，你永远不会主动变。你需要的不是等待，是一记耳光。他转过头看着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所以我走了，那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沈燕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揽过他的肩膀，在他太阳穴上轻轻亲了一下。这个吻很轻，轻得像蜻蜓点水，但它承载的重量比任何山盟海誓都重。谢谢你打了我那记耳光，他说，声音微微沙哑。如果你没有打，我大概到现在还是个混蛋。你现在也是混蛋。苏念靠在他肩上，语气嫌弃，但嘴角带着笑，只是比以前稍微好了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沈燕婷说，剩下的我用余生慢慢改。河面上的最后一抹晚霞消失了，老城区的路灯一盏接一盏的亮起来，暖黄色的光照在石板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咖啡馆的招牌在暮色中亮起柔和的灯光，那块手绘瓷砖上的字清晰可见 Reconquer 重新开始。他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许5年后苏念真的会拿到葡萄牙护照，也许到时候他们想回北京住几年，也许会一直留在里斯本，也许会在某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但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彼此，更重要的是在找到彼此之前，苏念先找到了自己。巷口传来面包店老板的声音，葡萄牙语混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嘿 J Fashamo Van Comer OS Oldmos Pasties 要打烊了，来吃最后几个蛋挞。沈燕婷站起来向苏念伸出手，苏念握住她的手，借力站了起来。她的手掌宽大而温暖，指腹上有这段时间做海鲜饭磨出的薄茧，不再是一双养尊处优的总裁的手，而是一双真正在生活的手。走，吃蛋挞去。他说，最后一个你请客。什么时候不是我请客？上次你忘带钱包了，是我付的。那次不算，我回去就还你了。还了也忘不了。两个人一边斗嘴，一边朝面包店走去，身影渐渐融进了老城区的暮色和暖黄色的灯火里。那块写着 Reconquer 的招牌在他们身后安静地亮着，像一个小小的灯塔，标记着一个全新的起点。